爱与不爱，谁能决定？你已是我不会唯一。涂小姐，涂小姐您好，您不记得我了？我是顾永飞大小姐的管家。大小姐非常想见你，请你务必去一趟。这是给你买好的机票，你马上就可以出发。我为什么还要见他？因为莫先生，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涂小姐，如果莫先生坐牢的话，您也无所谓吗？这里还有一张回程的机票，您去了以后，马上就可以回来。童小姐，请。坐啊。请问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真不好意思，这么大老远的让你跑一趟。我刚接手了远中，所以很多事情要等着我去处理，一直都没有时间抽开身。今天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。你接手了远中？他拿着刘春亮的合同来找我签，说只要我愿意签，他愿意放弃一切。所以，他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莫总，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男人。听说你喜欢吃起司蛋糕，这是蛋糕做的1级棒，尝尝。不用客气。怎么了？看蛋糕有毒吗？味道真好。我想毒死你，也不会选在这儿啊。这对我跟少谦来说太有意义了。我们第一次在这儿见面，在这儿结婚，10周年庆典是在这儿办的。可是对他来说，不一定有纪念意义吧？他不是被逼的吗？请你不要再来纠缠我了。上个月，我只是为了刘叔叔的合同去找他帮忙，现在交易已经结束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去找他，他也不会再理我。我们离婚了。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当年我们穆家救他于水火之中，他这叫做忘恩负义。你有什么话，请你当面去和他说，不要跟我说了。你倒是撇得很干净啊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你是真的傻还是假的傻？不过还是要多谢你，他基本上把我们家逼到绝境。多亏你拿了刘春亮的合同去给他签，他居然真的签了。你和刘叔叔是一伙的？对呀，他没有告诉你吗？难怪他说我笨，说我傻，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着。你就是笨，他也陪着你一起笨，明知道是一个局还要往里钻。不过不得不承认，他对你真的很好，心甘情愿做这样的蠢事儿。你开心吗？我问你，你开心吗？你明明爱他，却还要这么做，你当然不开心。是，我爱他，我这一生最爱的人就是他。10年前，我对我父亲说，如果不让我跟他结婚，我就死在他面前。
我逼着我父亲用彩礼去帮助他。可是他怎么对我的？新婚之夜，他第一次提出离婚，就从来没有碰过我。对于一个女人、一个妻子来说，是这一生最大的耻辱。他觉得他的婚姻是一种牺牲，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10年了，我想尽了一切的办法，可最终我发现他是恨我。牧师出钱帮他，他觉得是他这一生中的奇耻大辱，而这种帮助是被逼的，他更是觉得是一种奇耻大辱。就是这种荒诞无稽的逻辑，让他把我拒之千里之外。10年，我一次一次的满怀希望，又一次一次的失望。我终于无法再忍受。既然如此，我成全他。如果你找我来，只是为了告诉我有多么的笨，被你利用了，那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如果你找我来是为了诉苦，对不起，你找错人了。我还需要你帮我做件事。你不想看着他坐牢吧？什么意思？之前他用导航仪的事情，想把牧师逼到绝境，他一定做了不少的手脚。如果我想追究的话，他那么精明的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会有证据落在你们手上？这次你倒聪明了一回嘛。但是你该不会认为这世界上还有穆永飞办不到的事吧？我跟你说过了，他现在只是一个普通男人，没钱没势。你真想逼死他？莫少谦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，如果这次我下狠手，没准他就会从楼上跳下来。别这么可怜兮兮地看着我，在我这儿不管用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我知道你跟萧山很相爱，有情人是应该终成眷属的。我也不想做得这么绝，你只需要告诉莫少谦，刘春亮的合同是你故意骗他签的，之后你要跟萧山结婚就行了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就是要图个心安理得，让你们不要死灰复燃。死灰复燃？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从一开始，他就是为了报复我爸，而我，也是为了还我爸的债。最后1个月也是一场交易，而且还是你撮合的。什么叫死灰复燃？那你就当最后一次帮你父亲还债。我是不会对他去撒谎的。你又为什么这么介意对他撒谎呢？你知道这风信子的花期过后，需要剪掉之前奄奄一息的花朵，才能再次开花吗？是吗？所以风信子的另一个花语是重生，告别过去，才能重生。即使是同一件事，或是同一个人，当已经势无可为，要果断的告别，才能重新开始。明白吗，儿子？
童小姐。对不起，老马，要不是我给他打了好多电话，他关机了，我就不会来麻烦你了。童小姐，我替莫先生开车快7年了，这还是第一次自作主张把他的行踪告诉你。你就听我一句劝，别再跟他怄气了。 这个是怎么回事？莫先生决定把餐厅关了，人员已经遣散。早就该这么做。我骗你签了字，我利用你，我就是想害死你，我就是想看着你死，因为我一直爱着萧山，我就是想和他结婚。莫少谦，我恨你，我恨你对我做过的一切，但现在我们扯平了。你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？是的。说完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叫你走啊！我叫你走！快走！莫先生，莫先生，你给我走！我不要再见到你，我永远不要见到你！你走！董小姐，莫先生这样对你，你是这样才害怕呀！听说你真是个没良心的女人！你还不快走！快走啊！滚！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还要伤害同学？他又惹到你什么了？他已经跟姐夫分开了呀！不，他心里还有他。忘了他了，忘掉这个女人了。心的上面，一点一点累积这爱你的体会。如果痴心不愿后悔，这是种幸福啊，还是种宿醉？世界在变，谁能打造永远？总让我在心里天天喊你千万遍。在梦里，我看着你皱的容颜，幸福只是虚
一瞬间，我也明白，全是光，无语言，回头欣赏你不屑。在梦里，我看着你一整的容颜，幸福只是虚构的。一瞬间，我也明白，全是光，无语言，回头欣赏一幕雪，回头欣赏一幕进来。雪。雪儿啊，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车子也准备好喽。哎呀，时间也差不多了，别误了飞机啊！先把东西拿下去吧。好，我来。同学啊，你也抓紧时间啊。快点下来啊！走吧，别舍不得，总会回来的。走吧。莫先生，佣人已经被我解散了。车子已经准备好了。莫先生，您真的要这么做吗？虽然您是知情不报，可童小姐的舅舅已经受到法律制裁了，您再去自首也……只有这样做，他们才不会拿我去威胁他了。同学啊，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孩子，你记住了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老天爷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好人的，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前程。叔叔祝你一切顺利啊！刘叔叔，您也保重。莫先生，我不知道您还会不会回来。不过，只要这房子还在，我和老马都会在这儿等您回来的。老马，先送我去一个地方吧。好。我们可以走了吗？放心吧，我会经常帮你来看伯父伯母的。谢谢你。我们现在就去机场吗？高兴，再陪我去一个地方。莫先生，他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就算了吧。老马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半个小时以后，你来接我吧。好。
最爱拥抱着你，最怕看到你的哭泣，总会想起。爱与不爱，谁能决定？你已是我不会唯一。千山远万水的飞翔，却回不去你的心里。我该如何去挽留你？当绝望慢慢飞越千山，心模模糊糊着你。你好，小姐，请把包、手机和电脑放在这里进行安检。谢谢。请站上来，面向我这边，把手抬起来。谢谢，请把东西拿好。下一位，请站上来。小姐你好，请把箱子打开看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需要打开检查一下。
怎么会有手机在箱子里？最爱拥抱着你，最怕看到你的哭泣，总会想起相爱时光，你和我紧紧依偎的情景，我们都以为是永远，却看不到悲伤靠近。人世间太多事，我却不能为你抵挡抗拒。爱与不爱，谁能决定？你已是我不会唯一。千山遥万水的飞翔，却回不去你的心里。我该如何去挽留你？当绝望慢慢淹没我眼睛，飞越千山，心模模糊痕着你。爱与不爱，谁能决定？不会唯一，千山遥万水的飞翔，却回不去你的心里。我该如何去挽留你？当绝望慢慢淹没我眼睛，莫先生。飞越千山，心模模糊痕着你。